陈敬亭，满口谎言害死废总管，今日我就让你血债血偿！自己找死！你们都退后！陈建平，果然，你才是妖邪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皇权富贵，你真以为这样能消灭我们吗？既然义气盟不能为娘娘所用，那你们就都去死吧！肩上染霜雪，迎着我，随我去追寻出鞘的意义，片片孤寂在眼睛，轻轻落下，化作指引。茫茫险途，好的很。
王权富贵，你终于悟到天地一剑了。娘娘负我有责，天地之秒，尽在一剑。不！心在天地之间，步步行。一剑四方人间，人间一程无畏结局。生死来去匆匆，山河重重，正与邪一念心，总粉碎，总不归始终。是你紧握着万真的旨意，永不改我的心。预言是真的，预言是真的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方才冰人已经证明黑狐的存在。黑狐负你们身的时候，他还救了你们。不止如此，他还证明了，他就是三少预言中那个挥天地一剑破圈之人，而且这仅仅是他悟出的第一剑，竟然就有如此大的威力。是啊，挥出天地一剑，来日必会破圈。没错，容不得冰人这样的威胁。是，他已淋血染命，心血枯竭。你们可还有良心？盟主，适才是我等被朱由蒙了心，相信全境亭的挑唆，误会了盟主。但是，全境亭是被黑狐附体，这才惹出了巨大风波。若有一日，冰人正如传言所说，被黑狐附体，冰人绝不会被黑狐附体。今日不会，那明日、他日呢？倘若有一日，冰人投向黑狐，试问今日在场诸位有谁能阻得了他天地一剑？你们一个个都是在万箭穿心的时候为难过冰人，所以才害怕吧？诸位，冰人今日所作所为，为盟主证明，可歌可泣。但西门家主所讲，言之有理。三少预言，我们不可不信呐。如今冰人已然使出天地一剑，盟主与其血脉相连，其情可悯。但身为一盟之主，盟主应为天下苍生大义灭亲。盟主应为天下苍生大义灭亲。你们这是要逼我？都给我让开！家主，我有话要和家主说。王权富贵，见过家主。桂儿，不用理他们，我们走。桂儿拜别父亲，但是走之前有一事必须要完成。全山庄理应不负天下人。今日，我便剔除病人的肩膀，永绝后患。
我意已决，立即执行。桂儿，剔除剑脉会十分痛苦。父亲，桂儿一生最擅长的就是人。剔除剑脉后，你不但不能用剑，连行动也要受限，形同废人。这样的你，真的还能贯彻自己的道吗？兵人取掉剑脉之后，按照门规发配西西玉，打上进行咒，永绝后患，永不得出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何要这样做，但是师父吩咐了，要把从师兄体内剔除的剑脉移植到他的体内。你乃一期盟圣手，可有把握？毛自当竭力。父亲无需自责，今日一切，桂儿早有预料。桂儿，你算尽了一切，可否又算到自己？父亲，桂儿只是想让你明白，我的道心便好。父亲，拜别之前，我还有一事必须要去做。
还恳请父亲答应。桂儿，你说，桂儿自小孤寂，是费爷爷从小陪伴着我。桂儿想赢回他的尸身，送他最后一程。费爷爷，桂儿是您一手带大的，您对桂儿的恩情，桂儿此生无以为报。青铜，青铜，富贵少爷，富贵少爷，我有急事处理，等我找你。怀珠，桂儿今日回来了。她回来王泉山庄时，就已经算到了一切。取我剑脉，交予如母。父亲仍守一起吗？如母亦可守剑道，有胜方有得，桂儿无憾。他要力证黑狐的存在，才能还我清白。他为了不让黑狐逃脱，他就必须得挥出天地一剑。但他知道，他挥出了这一剑，便天地不容。我这个做父亲的，何曾有一日爱过他？要何颜面来接受他的一命报全？从今以后，我要做一个自私的父亲，所有的一切都将与桂儿无关。一期梦、黑狐，都由我一个人承担。桂儿，你说得到，我会错。你到了西西域，只需要好好活着，做个普通人便好。成为芸芸众生，走过市井街头，与人喝茶闲话，看人叫卖杂耍，像普通人一样自立谋生，去过属于你自己的人生。父亲望你得人间欢喜，度人间朝暮。
兵人，富贵少爷，这处屋子要比想象中的简陋许多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这就去换一处。不用了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你回吧。富贵少爷，你已打上了进行咒，今后就不可以离开西域了。那有关青铜姑娘的下落，一有消息，我便立刻传信送来。有劳了。最后，家主有话命我传达：自今日起，一气盟再无兵人。姐姐，你终于来到我身边了。谁？倾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姐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倾城，你装扮成这个样子，我差点没有认出你。我不是让洞主告诉你，在鹿村安心等着我吗？姐姐，你找过我吗？当然啊。算了，都不重要了。如今妖界都在传，兵人为了一只蜘蛛妖叛出一气盟，我想那一定就是姐姐。之前兵人杀妖无数，仇家遍地。你跟着他太危险了，跟我走吧。倾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而且我也答应他了，要在这里等着他。若是他回不来呢？不许胡说！若是姐姐执意要等他，我陪你等。好。可惜啊，你等不到他了。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富贵少爷，我有急事处理，等我找你。姐姐，从此刻开始，我要让你永远留在我身边。来，小心手啊！真乖。哥哥，我已经开始画第2只了。让我来看看啊，真厉害。你好啊。听说你卖的鱼都很神奇，再大的风沙也吹不灭。我爹爹是个脚夫，有时候要到很远的地方去送货。夜里风沙大，我想要盏灯给他，这样爹爹就能早点回家了。那你等哥哥一下。你看这个，我也画了这个。
这个不对。你看，这盏灯可不可以啊？可以。哇！可我什么都没有，连个红薯都给不起。那没有关系，哥哥觉得你这束花好好看呀，可不可以送给哥哥呀？这个真的可以吗？那当然可以啊。谢谢哥哥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在西西域的风沙镇以贩卖纸灯为生，我自称姓王，他们便叫我王灯匠。因为自小青衣简识，所学不多，所以活着倒也不难。原以为这种平淡的生活会让我内心平静，但不知为何，每当夜深人静，万家灯火点亮之时，我的心也会跟着明灭，脑海中也会浮现出当初在华灯村的那些日子，简单、快乐、幸福，还有陪伴。每日黄昏，我都会尝试恢复一点内力，以保证自己可以正常度日，而不必依赖他人。但我心中清楚，我这么做的真正原因。虽心中惦念青铜的安危，但也知道西西域有潜在威胁未除。再加上这禁行咒的禁锢，所以也只能将思念放在心中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尽快查清楚玉水珠的下落，再行破解之法。这些日子，我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是一只沙狐。饿了吧？你是一只妖力很强的沙狐，应该很早就能够化成人形了呀。你是因为这盆鸡小菊，所以才到我这里来的吧？怎么，饭菜不合你胃口？你也别叫了，家里没肉，凑合着吃吧。本以为他只是随便讨口饭吃，但因为我拒绝喂他吃肉，居然就跟我杠上了，赖着不走了。哎，公子，随便挑，我这儿的肉都是最上乘的。这肉吧，我倒是不吃。那你这哪块肉比较新鲜？这块。那麻烦给我来3斤吧。好。你听说了吗？最近这个沙狐皇室正在找那个流落在外的二皇子呢。这么多年没有找，现在成找着了。那谁知道呢？二皇子，难道是他？千丝洞来的。你是说，是我姐姐召唤的你，让你去打听冰人的下落？如今你已经看到了，我姐姐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告诉殷夫人，从今天起，千丝洞和千机城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小的一定传达。别动！一气盟冰人，如今到底是死是活？还活着，
只是被挑了剑脉，废了法力，流放到西域了。西域，你会告诉我姐姐，冰人还活着吗？不会，小的绝对不会，请一定相信小的。